不管你的等级，神都愿意同行。想象一下，你刚下载了一款风靡全球的手机游戏，还是菜鸟等级，装备破烂，技能冷却，时间一堆，打个小怪都快被 KO。 就在你快放弃的时候，突然跳出一个邀请讯息，要不要一起组队，我带你打。你点开对方资讯，99等满级玩家，全套传说级装备，还有稀有坐骑和光武加持。你惊呆了，这种大神怎么会想跟我这种新手同行？你问他为什么，他回你一句让你超意外的话，我当初也是新手，别人也这样带我走过来的。那一刻，你突然明白，真正的强者从不嫌弃新手，真正的爱是愿意同行的恩典。这不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样子吗？在信仰的旅程中，我们很容易有个误解，等我祷告够多，读经够勤，行为够好，灵命够成熟，神才会喜欢我。这就像一个刚入坑的新手玩家，硬要先把等级练到50级才敢加大神好友一样。但你知道吗？圣经里的神从来就不是这样的一位，他不是只陪强者同行的精英限定版教练，他是那种从你一等开始就陪在你身边的战友，哪怕你连技能都还不会放，他依然愿意跟你走一段又一段副本。有一次我在小组时，有个刚受洗不久的弟兄来参加，他整场几乎没讲话，结束后他悄悄拉我说，我觉得自己太不熟圣经了，连祷告都不会，我怕打扰别人属灵进度。其实我很怕神觉得我太烂。我看着他的眼神，心中突然有一个画面，他就像游戏中的等级1初心者，站在副本门口，满脸怀疑自己能不能进去，却不知道副本早就为他开了门，而且神自己也站在那里等着一起进去。我跟他说，你知道吗？耶稣第一次呼召门徒的时候，他们也不是什么都灵命高等的属灵大神哦，他们是渔夫、税吏，甚至有点边缘的人。耶稣不是叫他们先去灵修再来，而是直接说，来跟从我。你现在的状态正是耶稣最想靠近的样子。他听完眼眶红了，我知道那一刻他知道了，神不会等你升级，而是一路陪你升级。在游戏世界中，等级当然有意义，你等级高，能打更多怪，进更深的副本，装备更多功能。但也有一种游戏设计会让玩家忘了初衷，当你只剩下等级和战力数值在眼前，你会不自觉忽略了同行的价值。有些老玩家看不起新手，嫌弃他们不会操作，浪费资源，但最美的画面是那种高手不止自己强，还回头带着新手走副本，一起闯关，一起笑，一起失败，也一起重来。你知道吗？神的国度也是这样运作的。在他眼中，不是你有多强决定你有多值得同行，而是他有多爱你，所以他选择不论你状况多差，都与你同行。圣经里的新手玩家们，神如何带他们升级？彼得情绪化的冲动派，还3次不认主，
但神不但没有放弃他，还让他成为初代教会的领袖之一。2. 约翰马可曾经在宣教中中途退出，很像放弃任务的玩家，但保罗后来说他是与我有益的帮手。3. 撒玛利亚妇人，一个被社会排挤的女人，却被耶稣主动找上对话，还成为当地第1位宣教士。这些人刚开始都不是属灵高玩，但神却愿意与他们同行，直到他们被建立、被翻转，成为祝福。手机游戏中，一旦你挂掉了，很多人选择重来、换角、解散队伍，但神从不这么做。你在信仰里失败一次，他不会说这人太菜了，换一个吧。你犯错10次，神也不会丢你出队，而是说孩子，来，我们再打一次，我陪你。就像诗篇139篇那句深情的话，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哪怕你掉线，神也没离开伺服器，因为他早就用恩典把你加入队伍，而且永不踢人。这世界很多宗教讲的是你要努力修炼、升级、证明自己，才能被神看得起。但基督信仰讲的是神先选择来找你，不管你在哪个等级。他不是叫你观战，而是邀你下场。他不是拿着评分板打分数，而是亲自拉你一把，陪你走完每个关卡。你不是信仰里的观众，你是神国度的伙伴。结语：如果你还在等自己变强，那你永远无法上场。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位新手吗？如果他坚持要升到50等才愿意加大神好友，那他可能永远都打不到副本的核心。同样的，若你一直觉得自己不够灵命、不够属灵、不够格，才配靠近神，那你永远无法真正体会信仰的本质是一段与神同行的旅程，而不是靠表现爬阶的排行游戏。神从来不是观察你够不够格才决定要不要靠近你，他是反过来，正因为你软弱，他才说我来陪你。